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到底该何去何从。30K 的比特币先是横盘了30天，跌了几百美金，又在这个位置横盘了8天。相信最近短线的投资者应该无聊到可能都要吐了，做多也不是，做空也不是。但是希望朋友们别灰心哦，解决之道或许在华夏的24节气。今天视频再来聊一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聊过的这一个24节气里面隐藏的哪一些知识或者是玄机，包括今天也来分享一下就目前整理的位置跟历史上的一些整理位置，这边画圈的几个位置有哪一些相同点跟不同点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24节气的这张图表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跟踪。记得很早之前有跟朋友们讲过，比特币在1年多的熊市空头走势里面，每一次高点的位置有几个节气窗口，转折是非常的明显。比如说清明的位置，当时是在2022年的4月份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高点的转折。然后立夏的这个位置也是高位的一个转折，一个崩盘。芒种的位置也是一个高位转折的崩盘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最近没有跟踪的这个24节气，因为有看到粉丝朋友在用，自从我在全网第一次给大家分享以来，很多粉丝朋友是讲这个概率是非常的高啊。有时候如果是在波段的高位，它这个位置谷雨的位置也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转折，立夏的位置也是一个小波段的转折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芒种在6月5号的时候，也是当天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，然后夏至的一个位置是在6月21号，也是当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动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在小暑的位置，这一天也是波动非常的大。然后我们观察一下上一次大暑的位置，这边也是有一根相对比较大的一根 K 线的波动。那这一个24节气要怎么来应用？其实很简单哦，你只要观察一下中长线的趋势向上的情况下，短线是不是在整理？有整理的位置，你就尽量观察有压回低点的位置有没有遇到24节气的时间窗口，或者是如果整个趋势它是在整理的结构下，像这种高点的位置你要留意，如果遇到24节气的情况下，它有可能在短线里面会有一些风险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，因为这2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到，这根 K 线破位，它是把这个箱体给跌破，转折的位置第2根遇到一个多方抵抗，迟迟不肯继续往下破。那这个位置时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因为这2天一直在讲这个8的一个时间窗口，也就是每一次比特币在历史上的很重要的一些位置，比如说这种箱体或者是这种箱体，它挖坑的位置一般是8天之内都会继续给我反到箱体。那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下去8天了，今天是不是一个时间窗口？到底会不会上去？如果不上去，昨天的视频有提到13天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？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，它整个中长线的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，这边跌幅的一个波段也不算是很深的位置，也是在猜测到底会不会变盘转折向上。如果上不去，你也要烦一点，它有没有可能去踩？已经聊了几天，其实有几个做多的点位，一个就是28.8K， 你要做多反手就设在这个28.8K， 不能让它破。万一破的话，下一次做多的点位就是这个 28.2K 附近。如果是8天不转折，到13天会不会有一个转折？13天跟这个立秋的位置也是有一个重叠区哦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8月6号或者是8月7号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一个转折点。如果它还是不变盘，那我们要留意一下，也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讲的10月份比特币会不会有一些转折向上。如果10月份还不出现转折的情况下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个人相对比较喜欢的一个24节气的窗口，就是这个冬至。因为冬至我在历史上有看过一些市场的自然现象，在冬至里面它波动有时候会非常的大，特别是如果整个市场环境在相对比较利好的情况下，冬至有没有可能就类似这种，它在这个位置也是后面价格是往上涨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历史的一些位置，熊市里面的它这个冬至的位置，它也是会有一个小波段的上涨。冬至是在12月份的
21号左右啊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历史上在牛市里面，比如说2020年的12月份左右，这边后面价格也是涨上去，包括比特币在历史上2019年的12月份，后面价格这边也是往上涨，有一个小波段，所以也是在猜测，如果比特币目前是在二浪整理的结构，类似2019年的这个二浪，它是一个旗形，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波段上涨啊，所以目前的几个时间要记住哦。一个是10月份，如果还不涨的情况下，不然我的观点是，朋友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很重要的24节气的窗口，就是那个冬至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里面，就是这一根 K 线，它是一个箱体整理区，如果是一个空方的走势，不应该遇到一个多方抵抗啊，至少重心每天都要往下移，就是控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，主力不想让散户再买到 25K 或者是 26K 或者 20K那么低的筹码。现在环境是在变啊，美联储加息已经利率那么高的位置，未来肯定是要降息，所以有可能现在是在利用时间来化解空间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的12月份，也就是这个低档的位置，当时这边有一个箱体挖了2次坑，一个陷阱，然后这边又挖了一个陷阱，它这2根跌破完以后，这边马上遇到一个多底，后面重心是有下移，马上赶快拉，所以有可能现在整个横盘的区间，主力在搞散户的心态，就类似这个区间，让很多散户觉得太无聊了，非常非常的无聊，最终行情在寂寞中突然间爆发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0年9月份，当时这边有2根大跌的位置，后面这边整理的区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就是前面整理到位以后，其实这边整理的形态也是跟目前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像，就是根本就是横在一条直线上，让很多多方也好空方也好，短线客就是搞到非常的无聊的位置，有可能它后面行情才会在寂寞中爆发。不过就现在的一个形态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也是在这个区间2020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箱体跌破完以后，你可以去留意一下，第2根遇到一根多底，它重心收盘的重心有往下移嘛，是有一点下影线，但是收盘的重心不像空头的熊市，之前有跟大家聊过的一些观点，矩形跌破一般跌破都是会重心不断的往下移，就是多方不能去接刀子的位置。但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它其实后面也是在这整个区间，就是让很多短线客搞到非常无聊的位置，后面行情最终在寂寞中爆发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这整个大三角整理结构的区间，三角的形态是方向往上看的，所以现在也是在判断目前比特币的价格 30K 有没有可能会走成一个上升三角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也是上面有一个套牢盘，这边崩了2根，第2根多底，后面也是在这整个区间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在2016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破位箱体，把这个低点都给跌破，但是后面来了一根多方抵抗，它也是在这个箱体的区间。不过我现在预判有可能时间不会这么快啊，有可能会不会类似这种区间还是在震荡，时间可能还是不够。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目前比特币价格的形态，它就是上面有一个套牢盘，但是你价格往下跌，空方的主力你要主导市场，早就应该往下破了。我的观点现在就是多方的主力在主导，它才会走出就是一字形的一个走势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